去年，阿根廷总统的一句行政命令，把整个移民政策入籍制度大改了一遍。1年后，法院一句判决，结果又全部改回来了。好啦，大家好，我是 J。去年我们的影片就在说，阿根廷的移民门槛正在变高，流程规则也变得不太明确。今天就来深入研究，直接把阿根廷当地新闻、移民律师以及法律专家的观点放在一起，先从不同角度观察，再来谈谈移民要注意的重点，最后讲讲我们的感想。影片运用了配音技术，把第一手资料翻译并配上华语，马上揭开阿根廷在过去1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Vamos！阿根廷国民选举委员会正式推翻了米莱伊总统的必要紧急法令。该命令原拟定将授予阿根廷公民权的权限转移至国家移民局。虽然该行政命令初衷为强化移民管制，但法院认为公民权的赋予涉及了核心政治权利，这些政治权利是属于行政机关的权限禁区。此外，法院认为颁布时并不存在任何法规所定的紧急情况，欠缺规避国会审议的正当理由。刚才新闻里提到的政治权利、行政命令可能很抽象，简单来说就是法院认为总统可以管理很多事情，但不能决定谁可以变成阿根廷公民。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不过具体来说会怎么影响移民的朋友呢？接下来看看阿根廷当地移民律师的说法。律师提到的业务与本频道无关，马上来听听他对政策的实务分析。大家好，今天我们带来了关于阿根廷移民这座云霄飞车的最新重磅消息。我们将与移民律师 Martin 一起讨论这个话题。Martin， 你最近好吗？一切都好，一切都好，谢谢你邀请我。这确实像是一座过山车。过去2周非常令人兴奋，法院的裁决几乎改变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关于公民身份，我们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那我们就先从好消息开始吧。好消息是对于那些记得我们上一支影片一直有密切关注我们的人来说，从去年开始，移民局负责处理国籍申请，但提出申请的条件是必须连续2年1天都不能离开阿根廷。现在法院裁定这种做法违宪了，我们预计法院将整体重新审理这些公民身份申请。同时，我们也预期这个2年监禁式的限制将永远消失。是啊，情况相当疯狂。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妈妈去世了，你需要飞回欧洲什么的，1个星期，你懂的。如果那就太不幸了。很多咨询过的人都会说，我喜欢阿根廷，这里很棒，但我们还没准备好承诺年住2年，完全不离开，这完全合理。那项政策设计得非常糟糕。所以非常有趣。对于那些希望透过居住在阿根廷来换得相对快速且负担得起的国籍的人来说，如果这项法院裁决真的落实，显然你现在可以出国度假了。你知道还有什么恢复了吗？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该行政命令被废止，而且看起来它确实已经被废止，并将具有普遍约束效力，那么公民身份或者通过与阿根廷公民结婚或生育阿根廷孩子来缩短或加速入籍的方式将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因此，那些打算可能要在阿根廷生小孩的人，或许会想联系我们一起评估并制定策略。好的，这真是太好的消息了。那么我设想，那些国籍申请被拒绝的人，确实有少数这样的人，基本上可以基于这一点对该决定提出上诉，对吧？可以说对，但也不完全对，可能需要重新申请。但在这些最新的法院裁决下，第2次申请将会获得批准。所以都是好消息。那坏消息呢？坏消息是给我们所有热切期待投资入籍计划推出的人，它看起来虽然没有完全胎死腹中，我的意思是政策框架还会在，政府也显然有兴趣这么做，但至少可以说推动这项政策的法律载体管道已经遭到了重创。法院的裁决基本上是说，听着，如果你想给予人们投票权，这是应该透过公民身份给予的，你必须透过国会来进行。宪法明确限制了总统处置人民事务或修改人民取得投票权途径的权限。不过，既然取得了护照，就会伴随公民权利与投票权，该行政命令就被废止了。因此，可以基于这些理由提出质疑。你看，我们之前有很多客户对阿根廷的投资入籍计划感兴趣，我们总是告诉他们，这希望渺茫。你知道，这可能会发生，但非常让人怀疑能否在政府承诺的时间表内实现。而我们看到的是，
简直就是关于阿根廷投资入籍计划的一场彻头彻尾的马戏团闹剧。我甚至在想，他们到底能不能办成？我不知道。是的，如果人们寄望于阿根廷 CBI， 他们应该考虑其他地方。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你知道阿根廷是一个需要投资的国家，他也公开表示需要投资，因此也许有个选项是，那就是通过投资获得居留权。顺便说一下，这是法律上的可行方案，国会已经通过了，并且将不会受到法律挑战。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也会很有趣，我们也还在同时等待 CBI。好的，快速回顾一下，你帮助客户在阿根廷取得居留权的不同途径有哪些？获得阿根廷居留权主要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家庭关系，对吧？跟一位阿根廷公民结婚，或者另一位合法居民完全的民事结合，拥有一个阿根廷孩子，现在就能获得居留权了。以前是临时的，现在可能再次变成永久居留权，但我们目前还不确定。第二种是透过经济能力证明取得居留权，可以是退休金或经过认证的收入来源，例如房屋租赁契约或信托基金，会定期转账给你，金额要求非常低，每人每月大约1500美元左右。你也可以使用一笔一次性的合法交易资金，例如可追溯至房产出售的资金，或是从公司分红中获得的大笔款项。最后，我们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选项，特定赞助活动，像是每周上2小时的西班牙文课，也能让你取得阿根廷的居留权。当然，并非所有居留权的功能都一样强大，但这非常值得去了解。这样说吧，事实是，尽管有这些政治人物和政治角力，以及各种反复无常的政策，阿根廷的生活依然像以前一样美好，它仍然是一个极佳的生活方式。好的 ，Martin， 非常感谢，再见。如果有看过我们去年那几支阿根廷影片，就会有印象。当时最大的问题是2年不能离境，还有申请从法院处理变成移民局。现在法院把这个推翻了，以后无论新旧的申请案，预期将会重新按照法院主导的制度来处理。这相当于重新打开了入籍阿根廷的可能性。虽然法院审理可能要花上很长时间，但至少是行之有效，并且有标准的法律程序，不再像移民局那样，好像连怎么递交第一步申请都没人能说得清楚。那么到底是谁引发了这场法律大地震呢？原来是一名华裔移民。接下来听听法律专家的分析，这个案件对于未来的入籍申请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哦。让我们来看看，在2026年阿根廷移民法权中发生的这一重大裁决。这涉及到外国居民的入籍诉讼的案件，有一名华裔外国居民叫李平样，他依据阿根廷旧有的国籍法346号法案下提交申请。初审时，法官驳回了他的申请，理由是认为申请人的移民身份非正规，并且在之前有被行政驱逐出境记录。随后，检察官在法庭上主张应该推翻这个决定，因为当事人符合获得国籍的法律要求，而且申请程序是在旧法案下已经启动。那么，国家选举法庭这次处理的核心宪法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核心的争论其实已经不再只是李平样能否取得阿根廷国籍，而是法庭决定审查那个第366号紧急法令是否符合宪法。该命令修改了公民身份制度，规定了授予国籍的主管机构是移民局，而不是联邦法官。也就是说，法庭的审理超过了诉讼原本要求的范围。于是，真正的争议变成了行政部门发布的紧急必要行政命令究竟可以修改影响政治权利与选举事务的规范吗？先跟大家聊聊这位申请人的具体状况。他一直住在阿根廷，有在做生意，也有依法纳税，在阿根廷和原居地都没有任何犯罪前科。他早就融入了当地的社区生活。Oro Verde， 这是在 Entre Rios 省份，他是跟老婆孩子生活在一起。上诉法庭在判决里引述了国家最高法院的法理，指出移民身份跟公民权在法律上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在入境和停留时有没有符合规定，无论移民身份合不合法，并不能决定也无法阻止申请人去满足入籍所需要的居住要求。
那么这次阿根廷选举法庭做出的超级重要最终决定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法庭裁定2025年的紧急法令第366号命令无效，并且撤销一审原本驳回的判决，批准给申请人授予公民身份。因为经核实，他已满足获取公民身份的法律要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判决通报给国家安全部，让他们去指示移民局执行，同时通知全国所有审理选举案件的联邦法官，好让大家未来的裁判标准保持一致。这份判决到底有多重要？说真的，这个判例在阿根廷宪法上写下了很重要的一页，因为它重新确认了几个超级关键的基本原则。最后不得不说，这份判决书写得非常出色，令人赏心悦目。我们再来回顾是哪些原则。首先，我们再次看到源自罗马法律里面的宪法至上原则，任何行政命令都绝对不能违反宪法明文禁止的事情。第二是权力分立原则，行政部门绝对不能随便用紧急行政命令来越权取代国会，除非真的是处于极端例外的情况下。第三是选举保留原则，宪法特别保护那些跟政治权利、投票权以及选民团体组成有关的法律规范。第四是合宪性司法审查，这点超级重要，法官有责任直接宣告那些跟宪法抵触的下位法规失效。最后是公民权与民主原则，这份判决背后有我刚才提过的一大堆重量级法学家的支持，他们重申公民权绝不是政府口中单纯的移民管理或行政手续，而是保障人民参与政治、支撑整个代议民主制度合法性的法律支柱。总结来说，这项判决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申请人莱平样的个人个案，它已经成了一个指标性的宪政判例。阿根廷国家选举法庭这次判决等于是在认定，行政部门绝对不能用紧急命令来私自修改国籍制度，尤其当政策会直接影响到选举事务与政治权利时。所以国家选举法庭最后宣告2025年第366号行政命令无效，肯定确定再次捍卫了宪法的最高地位、权力分立原则以及紧急命令只能当作极少数特例的本质。这个案例可以说是一个极佳的示范，展现了司法合宪性审查是如何运作的，也展现了阿根廷法律秩序对守护民主制度所做出的努力。如果这位华裔移民的状况发生在一些移民大国，结局会怎么样呢？大概会拿到一张回国的机票吧。我认为这个判决还有2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也是今天想带出的问题。首先是关于花钱买护照。网络上有很多快速拿阿根廷护照的讯息，老实说，我不知道这样拿到的护照含金量有多少。如果法院都已经说授予国籍是法官的权限，那么那些声称可以帮你快速拿到阿根廷护照的人，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如果打算花这笔钱，至少先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吧。那些美金是要付给谁呢？第二，阿根廷法院把法律逻辑说清楚了，那就是移民身份合不合法跟有没有资格申请入籍，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的2回事。在这个案件里，法院特别指出，申请人长期居住、正常工作、依法纳税，也没有犯罪记录，因此即使过往的移民身份曾经有争议，也不能直接否定他申请规划入籍的权利。这就是这个案件最震撼的讯息了，所以才说它很可能会影响日后的入籍申请案。自从去年制度改变后，许多规划入籍申请都陷入了停滞，法院与移民局之间的权力转移也让整个制度出现了不确定性。也许这里面有司法与行政的角力，或者政府内部的程序混乱问题。
不过我最大的感受不是阿根廷今天又变宽松了，或者说明天又变严格了，而是看到制度本身还在运作。移民时不能只看今天的政策宽不宽松，真正重要的是，如果今天改了政策，明天觉得搞错了，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把它拉回来呢？这份判决就是在宣布阿根廷的制度还有自我修正的能力。与其只看哪一位总统上台，或者去看当下的物价汇率，不如看看这个国家的制度底层逻辑。这对于获取长期居住身份来说至关重要。欢迎在留言区谈谈你对今天这种华语配音结合第一手资讯的影片感觉如何呢？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给朋友，请多多指教。想了解更多移民资讯，来看看这支影片。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